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P 叉推出的这款 IDW 造型的淤泥。织品部分，一张开页的说明书，印的格子是比较小的，但是变形指示还算详细。一张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2兜堵螺丝孔的零件，1兜磁吸灯的灯光模组，一共需要9枚 S2621的电池。武器一柄大枪大剑。 透明零件的材质，通透感做的还不错，没有任何的气泡，并且剑柄的这一头有一个强力磁铁，可以控制灯光。2个武器通过中间的插扣可以连接在一起，这样去握持。超级巨大的一个龙形，脖子的这些关节可动性也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左右来回的旋转。头部。 嘴这里可以张开，并且它这个是上下的抬，上嘴唇也可以活动一点点范围。中间还有一个小舌头的刻画，银色的牙齿。通过大剑剑柄控制头顶磁吸灯，眼睛可以发光。脊椎这里一排金色的小刺刺，在开合的时候需要装一下。前肢这里也是人形的胳膊，活动的范围非常的巨大。 并且在关节中间这里都是合金的零件，后肢也没有问题，左右旋转，尾巴来回的扭动，上下的抬，中间的轴活动范围也是可以的，包裹度是非常好的，在龙形状态下基本上不会暴露任何的地方，很不错。 硕大的体型延展到最长将近在52公分左右，背后这里有2个盖子。 从这里打开，翘起来这个边，里边可以翻出2个小炮，把它打开，背炮可以一体收纳，还能隐藏在背后的一块空间里边，盖板堵得严严实实，这个做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款 IDW 造型的淤泥如何去变形。首先，先从尾巴开始，把这里边全分开。后肢的关节双段往下拉，腾开一些空间，错开缝隙。屁股这里边左右的挂钩打松掉，好，就可以向外转了。这个根部是一个球冠啊，我看老锰变形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一块直接摘下来，也是为了方便处理变形啊。当然，我还是尽量给大家展示一体吧，让过来夹角打松掉。这个时候腿部就可以进行翻折了。拆开中间的卡位，好，双段关节，先把这里翻转出来，哗，好大呀！ 然后左右分开，然后胯部这里注意拆分开中间这里所有锁着的地方，它是通过前裙甲好几段的锁扣把这里连接在一起。翻个面，这边再继续拆分开，然后进行一个双关节的对折，把胯跟这样拼起来。 拼好以后，再用中间这里把上方所有的卡扣都锁上。90度的横折，让胯转一个方向，实现人形和龙形态的一个缩胯的结构啊，也是挺有想法的。腿就分开了，然后咱们来处理这条腿部，里边这里有堆叠摞在一起 M 字折叠的片儿，把这一块。 完全的展开，腿部顺着这个关节往里翻。注意啊，这个双关节一定要尽量搓到最后面去。好，完全的搓到里面。上方这块银色的甲双关节撸下来，然后90度折叠，把龙腿跟这样放好。 前方这里有一块盖子，双关节把这儿打开，爪子根部有一个滑道，先拉长，立起来，再旋转个180度，让这一面变成人形的脚尖。
从这个方向看，刚才我们打开的这一块中间球冠连接的盖板啊，把这个折到里边去。然后龙的尾巴，此时这个球形关节先转个180度调过来，然后从龙尾巴4段中间的这个轴往回折叠，卡扣插在一起，先放在这儿备用。再扭过来，我们就可以通过球形关节往里让，整个的进行一个大翻转。这里的框子套过来脚尖，后边这里是一个7形挂钩的锁，把小腿的面板挂上，锁住。好，然后这里有一个大桩子，对应龙腿上边的这个卡扣，还有前方这里的咬合，主要是对这儿，把这儿插上。最后把龙尾巴，刚才我们已经调好了球形关节，注意上下这里还有2个插扣，把这儿对准，插进去，外边这里落下来。好，这条腿我们就包裹完毕。哇，效果还不错。膝盖的大合金关节我们调一调，放正。所以只要注意避让的方向，还有球形关节的运作内容的话，其实不需要拆掉，一体变形也没有问题的。前肢的部位往起折一点点关节，避让开这个走向，然后把这一块背脊的部分下方的卡扣打开，中间都是球形关节，我们先挪开，左右拆分，打开卡扣。同时在龙脖子边缘这里还锁着2个边儿，也把它卸松。翅膀挪过去，胳膊转过来，兑换一下空间。小炮的部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收起来，对折，然后再翻转到内侧。翅膀里边这里有一个卡点，我们把这一块折过来，插住，收纳在这个空间里。胳膊的变形，从2头肌旋转个180度拧过来，后边的盖子找到鞘的边儿，抠起来，然后龙爪子稍微的往下折一点角度，这块就好让开了。打开，再把这个4指放成横着的，缩到小臂里边，跟拳头换一个方向。尖头的这个盾牌造型稍微扭一扭。龙脖子这里中间可以分开，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连杆的设计，往下压，把龙脖子就缩短了。嘿，这个设计结构也有点意思啊。好，完全的盖起来，竟然毫无违和。刚才我们解锁开了这个边缘，现在根部这里还有4个连接的插桩，把它打开。注意啊，脖子这里让往起翘一点点，撬开边缘，倒着插着2个卡孔，把这里卸开，脑袋翻出，再往起翘，放进去，把这里的2个插点再扣住。这一块在变形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你旋转的时候啊，不要从脖子的球形关节转，而是从灰色的方块零件的根部，这样去扭。哎，挺不好转的啊，根部这是一个磨盘结构。好，这样转过来，你的脑袋才在了肩膀中轴线上边。而人变龙形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磨盘转到后方，脑袋才能完美的收纳，这背后的2个扣子才能挂得住，以至于后边的龙头这4个扣子才能挂得住，环环相扣啊。所以呢，第一步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说明书这里也没有详细的画，这一块必须得着重说明一下。如果转正确了，人形的时候这里会露着一个喉结。最后龙背脊椎的这一排刺刺，根部是一个滑道，往里缩，滑下去。顺着这些球形关节，把中间的卡扣扣到位，插上，让这个曲线 S 型过渡过来，就很漂亮了。最后一步，顺着腰
拧180度。好，这款 P 叉的 IDW 淤泥就变形完成。人形到头顶大概在29公分左右，个头来说还是非常巨大的。全身的金属涂漆，这种枪铁色质感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整体来说，各个关节在主要的部位都使用大量的合金块来增加稳定性啊。360度环视一下，头角空洞的地方几乎看不到什么吧。小腿这里会露着一个小方窟窿啊，也是因为这个双段关节轴挪到了后方，仅此一处而已。其他的地方盖板都盖得严严实实。体态方面，身材的匀称度还是不错的，也是挺符合漫画里边的那个形象。大下巴壳子，使用这一块的磁铁触发，脑门和眼睛可以发光，这个灯泡的效果也是很亮的。头部打开，嘴巴可以张开，甚至隐隐约约能看到口腔缝隙里，这个风格就很对味儿啊，很是那种美漫画风的感觉。漫画里边的形象还确实就这样。其实这又说起来，很多喜欢漫画的粉丝都觉得这款淤泥的脑袋跟隔板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憨憨的，还挺可爱。头部刚才我们着重说明了一下，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就是变形时候注意根部脖子这里的活动。胸口的造型我觉得做得非常不错啊，在漫画里边背后这一块非常亮丽的几次刻画，也是真实的用零件实现出来龙形的背部和人形胸口的这一块完全的形变啊，而且能顺着胸口的造型做出一个 S 型的曲线，这一点保证得很好。不仅如此，胸口这里有一个左右摆胸的关节。因为中间的脊椎都是每一个球形关节连起来了，所以呢，你在左右摆胸的时候，这个几次是完全不影响的，哎，就很妙，既符合了漫画里边的设定造型，又让玩具实物呈现出来很有质感的这一块几次，可以说是这一次淤泥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设计存在了，也是画龙点睛的地方。腰部变形的需要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并且有独立的弯腰关节，也不会脱肉。这一块的几次呢，根部的这一节球关在这里也不影响弯腰转动。背后的翅膀可以稍微的张开一些，但是并不能上下的抬动，比较可惜。肩膀的关节这里边是一个巨大的合金装对尼龙料，所以还是很靠谱的，稳定性很好。两段的关节举起来，腋下这里也能拉到一个很高的范围。同时啊，这里边还是一个双段的，在龙形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调整前肢的这个高度；人形的时候还能把肩膀头子提起来，看个人的喜好风格吧。提起来会精神一些啊。来回的旋转是没有问题，但往后转的话会被翅膀的造型卡住。二头肌变形的需要360度旋转。胳膊肘巨大的合金双关节非常的靠谱，虽然没有齿轮，但是这一块折起来也是很紧实的。手腕左右旋转，全指可动，胯部前踢能踢到很高，后踢也完全不会干涉，侧踢90度没问题。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这里是两段的巨大的合金关节。脚踝这里是用脚尖去左右旋转接地的一个伪造型，但是因为脚掌的接地面积够大嘛，也完全不影响。大炮炮口的部分也是内置了磁吸灯，点着以后亮度也可以。P 叉也是在之前做游戏线，现在开始进军 IDW 造型之后啊，推出了几款作品，有较好的，有较烂的。上一款的钢索还不错，但是变形起来会有一些纠结扳手的地方。这一次的淤泥，我觉得腿部这一块，其实按照我刚才的变形逻辑，几乎不会绊到手。再加上整体的一个风格造型也是非常还原漫画里边的一些细节啊，身上有不少的合金件，拿起来其实挺有分量的，毕竟个头很大。画龙点睛的地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一块的背后棘刺啊，不论是人形还是龙形，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点缀效果。最主要的就是注意脖子这一块，我反复强调的那个喉结正反的朝向，腿部的隐藏收纳也不错，大尾巴和后腿整个完全藏在了这一条腿部的空间里边，同时还能露出来用真实的龙后肢的爪子变成人形的脚趾头，这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吧。
所以原先啊，我本以为这一块的造型会使用假零件来实现里外的两个形态转换，但这一回没想到是用真实零件变形，着实也是让我个人感觉眼前亮了一些啊。那么得嘞 ，P 超 IDW 造型的淤泥就是这样了，大家觉得这一款如何呢？